拥有550万大军，世界级的装甲力量。希特勒为何输掉了苏德战争？上世纪前中期以德意志第三帝国、意大利王国和日本帝国为主的3个国家组成了法西斯轴心国，同世界反法西斯势力展开了一场血战。此战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第2次世界大战。作为法西斯轴心国的骨干力量，德国纳粹党迅速在苏联地区挑起了一场血战，并投入了190个师，共550万人的兵力。但令众人感到不解的是，德国在准备如此充足的情况下，为何依旧战败了呢？围栏大全攻苏联，要了解此事的答案，还要从这场苏德战争爆发的开始讲起。1929年，世界爆发了经济大危机，经济的崩溃也迅速激化了德国的内部矛盾。在经济危机的大环境下，德国前政府已很难有能力解决这一困境了。在这一背景下，1933年1月30日，奥地利人阿道夫·希特勒在众人的推选之下担任了德国的总理。从那以后，纳粹党便正式走上了德国的政治舞台。为了缓解经济危机带来的压力，希特勒通过扩大军事的方式，成功地解决了国内的就业问题和食品问题。掌权后，他迅速在国内推行了独裁政策，并开始了对异己的打击。在仅几年时间里，纳粹党便迅速肃清了反对之声，成功地将权力独揽在了手里。为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希特勒迅速制定了详细的扩张计划，并伙同意大利和日本2个国家组成了法西斯势力，向各个国家挑起了战争。自1938年以来，德国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就横扫了欧洲大陆，并先后吞并了波兰和比利时等国，成为了欧洲地区当之无愧的霸主。从各国实力来看，当时能够和德国一较高下的就只有美苏2个国家了。但在第2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美国政府便在本国推行了孤立政策，以主动向各个国家出售军备物资的方式大发了一笔战争财。因此在此时同美国开战，对德国来说并不是个明智的选择。作为2战时期亚欧大陆最强大的2个国家，苏联和德国在军事方面的能力也一直都是平分秋色的。很快，德国便把目光放在了苏联的身上，并开始了对苏联政府的挑衅。在数十年前，普鲁士宰相俾斯麦便曾给后人留下过一句“不要跟俄国开战”的忠告。但在过去了仅半个世纪后，希特勒却将这句忠告抛在了脑后，并亲手挑起了苏德2国的战争。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首先撕毁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并伙同匈牙利王国、罗马尼亚王国和芬兰等国拟定了一份名为巴巴罗萨的计划，并开始了对苏联的进攻。作为对手，希特勒心里清楚，苏联的军事实力是非常强大的。为保证万无一失，德国在战前集结了190个师，共550万人，4900架飞机，3700辆坦克和47000门大炮，190艘军舰的兵力划分为了3个集团军群，开始从北方、中央和南方3个方向对苏联发动了突袭。1941年6月22日凌晨3时，德国士兵潜入苏联，打响了苏德战争的第1炮。虽说在此次战役正式打响前，苏联已经在多个渠道中获得了战争可能爆发的情报了，但是在搜集情报的过程中，苏联方却一直没有探听到德国的具体进攻时间，因此在战争爆发时，他们也没有做好准备。直到开战前1天，苏联最高统帅部才得知了德军的具体进攻时间，但已经到了这个时候了，说什么都来不及了。在此战打响后短短的18天内，德军一路势如破竹，攻陷了苏联600公里土地。随着越来越多的苏联军事据点被摧毁，德军的气焰也愈发嚣张了起来。彼时，希特勒更是说出了要3个月灭亡苏联这样的狂妄之语。在战役打响前，德国已经做出了严密的规划，并将战场设置在了苏联的多个地区了。在这个由多个大规模战役所构成的大型战争中，
尚未提前做过准备的苏联几乎是必败无疑的。在德国的猛攻下，苏联也很快损失了70%以上的工业基地。然而，就在希特勒说出那句3个月灭掉苏联的狂妄之语的同时，这场战役也进入了白热化状态。当时绝大部分人都认为，按照这个势头发展下去的话，苏联绝对是必败无疑的。但是后来发生的事情却让大家大跌眼镜，错失良机，局势变。在德国士兵一路势如破竹，直击苏联腹地的同时，远在指挥部的希特勒却为下一步的作战方向犯起了愁。希特勒认为应该趁着德军士气高涨，率先向列宁格勒地区发动进攻，将那里的粮食石油基地占住。他之所以会这样想，其实也是不无道理的。毕竟列宁格勒是苏联的革命圣地，如果此次德军能够一举将其攻破，那一定会大大摧毁苏联军民的士气。而且在攻占了此地的粮仓后，他们便可以获得大量的军需粮食了。但希特勒的这一战略方针却很快遭到了其他德国将领的反对。纳粹党的其他高层领导认为，若想在此场战役中取得胜利，应先将矛头指向苏联首都莫斯科。作为苏联的政治文化交流中心，莫斯科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如果攻破了莫斯科，那苏联便会任人宰割了。究竟应该先攻打何处呢？纳粹领导也对此开展了多场军事会议，最终德国还是将进攻重心放在了列宁格勒的战场上。1941年8月，希特勒率领手下率先对列宁格勒发动了进攻，仅用了1个月的时间，德军已经将列宁格勒给全部围住了。彼时，被困在列宁格勒城区内的苏联士兵也如困兽般嚣张不起来了。在此次战役中取得胜利后，德国也迅速从列宁格勒获取了大量军备粮食。但就在德国士兵洋洋自得的同时，他们也就此错失了攻打莫斯科的最好机会了。眼看着自家首都莫斯科都要守不住了，苏联军民也慌作了一团。但当时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高层领导却并没有就此放弃莫斯科。为了表达自己的决心，斯大林亲自出席了红场阅兵活动，并当众做出了坚守首都的保证，大大鼓舞了民心。经历了此战后，苏联迅速调整了战时状态，并发挥出了战斗民族的热血，开始了对侵略者的疯狂反击。在德国人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苏联士兵已经从各地聚集到了莫斯科了。当时莫斯科城内的兵力也由先前的10万人变为了100万人之多。为了抗击侵略者，保卫家国，莫斯科境内的男女老少都自发加入了此场战斗，并开始了同敌军的战斗。眼看着苏联兵力大增，希特勒也迅速调来了180万士兵，向莫斯科发动了总攻。东凑西凑出来的100万苏联士兵，在面对180万德军的时候，还是显得有些吃力的。很快，苏联便再一次进入了颓势之中，德军也趁机攻到了莫斯科的外围。然而就在此时，苏联的援军终于赶过来了，苏联的兵力也猛增到了260万人之多。在双方人数发生了逆转后，德国那边的士气也很快降了下去。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时时间已经到了12月份了，正值苏联最冷的时候。当时莫斯科的天气也一度降到了-35°C之低。这样的温度对于在这里生活多年的苏联人来说根本算不了什么，但对这群从欧洲赶过来的德军来说却简直就是冰窖。不仅是德国士兵忍受不了这样恶劣的环境，连德国的器械化武器在这样恶劣的天气下都发挥不出来真实的威力了。在德军使用武器前，他们还要将其先预热一下。预热的过程不仅麻烦，而且还非常耗费时间。在分秒必争的战场上，恶劣的天气也直接导致了德军的机动性能的降低。眼看着拼兵力、拼武器都拼不过苏联了，德国这边也有点慌了神了。
而与此同时，在苏联政府的宣传下，莫斯科内百姓的反战情绪也是一路高涨。虽说在先前作战的过程中，苏联依旧损失了大量兵力，但莫斯科内的60万妇女儿童却在此时主动肩负起了保家卫国的责任。只见他们纷纷走上战场，开始建筑起了防御工事，并取得了极为卓绝的成效。据说为了补充前线兵力，苏联政府还把关在监狱里面的囚犯都给放了出来。随着苏联这边的抗战形势一片大好，德国那边又被困在了雪地里，战局很快就发生了逆转。紧接着，苏联士兵便开始了对德国纳粹党的反攻。1943年8月，随着苏联红军的不断进攻，苏联也迅速收复了包括顿巴斯、基辅在内的乌克兰大部分地区，并将纳粹士兵击退到了第聂伯河以西地区。彼时苏联的经济也已经完全转入了战时轨道，并生产出来了大量的武器装备和物资。当时苏联政府还向英美等同盟国借来了大量援助，提高了自己的军事能力。而放眼德国那边却是一片乱象，由于德军在此战中投入的实在是太多了，且战线拉也得太长了，所以当时许多仆从国也慢慢产生了反战和反德的情绪。最终，这场苏德大战也以苏联的胜利而告终了。多方因素引败局，我们在分析了整场战争的战役过程后，也不难看出希特勒的战败原因了。多年前，俾斯麦对德国人的忠告其实是非常明智的。苏联的国土面积太过于庞大了。战争打响后，斯大林为了与希特勒和谈，邀请了一个东欧小国的官员做中介，但他却遭到了这个官员的拒绝。当时这位官员说了一句极具前瞻性的话：即便是苏联退到乌拉尔山，你们也会胜利的。我们现在再看他说的这句话，就会发现此话也是不无道理的。即便是当年德国人拿下了莫斯科，苏联也未必会在此战中失败，因为苏联后方的土地实在是太大了。若斯大林愿意带着苏联暂退后方，他们也还是有卷土重来的可能的。所以说，即便是莫斯科沦陷，苏联政府也依旧能够换个地方东山再起。但是德国地盘就那么大点，如果苏联攻过去，他们却是连退路都没有的。其次，从当时的局势来看，德国的压力也是很大的。作为法西斯轴心国的老大，德国几乎是在以一己之力硬扛着英美苏3个大国的围攻的。彼时，除了法西斯同盟国外，世界大部分国家还是站在苏联这边的。在战争进行到后期之时，英国和美国也为苏联送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有了源源不断的资源补充，苏联的战时优势也极为明显。而且就在德国士兵外出作战的同时，英美两国也趁此机会毁了德国70%的工业能源，并牵制住了40%的德军。在这样的情况下，德军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第三，作为亚欧地区的第一工业大国，苏联自身是有着非常充分的物质保障的。从生产力来看，苏联仅一个坦克工厂，在1天之内就能生产出来22辆坦克。这样的工业生产能力是德国无论如何都无法望其项背的。所以想拼武器、拼资源，德国根本就拼不起，也消耗不起。第四，当时恶劣的天气也成为了德国战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当苏联进入严冬后，德军也因扛不住这样的极端天气，从而导致了身体的不适和士气的减弱。不过虽然说德国未能在此战中取得胜利，但是德国在军事方面的能力却依旧是非常惊人的。有许多军事学家在研究这场战役的时候，也都曾提出过，若没有英美两国的扶持和牵制，苏联也许连1942年的冬天都撑不过去。这样的说法不过孰是孰非，这场战争也都已经告一段落了。但是这场战争所带给人们的惨痛的代价却是无法磨灭的，只期待人们能够记住这一教训，警惕战争，害大众一片蓝天吧。本期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阅读，喜欢的朋友可以点赞关注，我们下期再见。